很多人刷到印度各类离谱新闻时都会感慨，这片土地上总能冒出突破常人认知底线的怪事。今天咱们聊一个远比生吃腐肉、吞粪饮料更惊悚的苦修群体。先抛出一组极端修行行为给大家做个对比。 A 是献祭活人， B 生吃腐烂尸体， C 吞食排泄物， D 全部包含。大概率不少人会直接选 D， 但这个答案其实并不完整。在印度存续千年的阿格里教，还有一种尺度远超上面所有行为的核心仪式——吃交苦修。如果说固化千年的种姓制度、泛滥地下人骨交易是压在印度底层民众身上实打实的肉体磨难，那各类扭曲违背人伦的宗教陋习就是根植在当地文化里难以根除的精神毒药。大家多多少少都听过印度各种颠覆三观的猎奇事件，什么民众和汽车排气管发生不当关系，野外群体侵犯巨蜥，随便一件拿出来都让人难以理解。但这些乱象放在当地宗教体系里只能算是不值一提的皮毛，连印度本地人都刻意绕道躲开的是被视作正统修行方式的各类极端教派传统。其中名气最大、形式最诡异的就是扎根恒河沿岸的阿格里教，外界也习惯称他们为食尸族。这个教派依托印度湿婆密宗演化而来，足足传承上千年，整套修行逻辑完全和大众认知里的洁净观背道而驰。核心思路是依靠接触一切污秽事物净化自身罪孽，借着直面死亡完成精神修行，由此衍生出一堆常人完全无法接受的行为：浑身涂抹焚烧尸体留下的骨灰，主动吞食粪便尿液，打捞河面上腐烂遗体直接食用，还有最为惊悚的施浇仪式，每一项都足够让人头皮发麻。印度教派繁杂，宗教氛围浓厚是所有人都清楚的事实。长久以来严苛的阶层划分，无处释放的生理压抑，催生了大量扭曲畸形的修行流派。有的教派打着男女双修的幌子放纵欲望，借机肆意骚扰普通信徒，部分修行者更是直接把宗教道场变成满足私欲的私人场所。而阿格里食尸族在所有小众极端教派里称得上人人避之不及的异类，常年定居在印度北部恒河两岸的火葬场周边。在格外看重洁净、等级划分严苛的印度社会，食尸族从头到脚都被主流人群排斥鄙夷，可他们从来不会因为旁人的眼光改变自身修行方式。更有意思的是，常年和腐尸病菌打交道的他们，族群平均寿命反而远超普通民众，族内年长修行者普遍能活到85岁上下。这种强烈的反差多年来一直被各类宗教人士包装成神明赐福的神迹，不少海外记者、户外探险博主专程前往恒河沿岸的火葬场实地探访，才完整揭开这个古老教派不为人知的真实面貌。食尸族的日常没有任何世俗底线可言，他们常年栖身火葬场角落，夜里直接躺在无主腐烂尸体上打坐冥想，白天就下河打捞水葬遗留的遗体，把腐肉当作食物。世俗眼中代表肮脏病菌的排泄物，在他们的修行体系里是净化灵魂的必需品。不少修行者会主动喝下自身尿液，吞食粪便，在他们的认知里，越是污秽不堪的事物，越能冲刷掉身上的业障，拉近和湿婆神的距离。这群人常年不打理自身，浑身裹满火葬骨灰，身上永远带着用人头骨、腿骨打磨而成的法器，喝水直接用逝者头盖骨，一辈子很少清洗身体，满身污垢在他们眼中反而是虔诚修行者独有的表示。这套极端修行模式来源于印度教与本土密宗融合诞生的达特罗教派思想，他们供奉执掌毁灭与重生的湿婆，坚信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新一轮轮回的开端。世间所有腐烂、肮脏、死亡的事物都是神明幻化出的形态。按照他们一套自圆其说的扭曲理论，尸体蕴藏着人离世后觉醒的特殊能量，遗体腐烂程度越高，其中的力量就越纯粹。长期和亡灵相伴，就能消除普通人对死亡的恐惧，放下世俗里的贪嗔执念，获得超脱凡人的特殊能力。至于族群长寿这件事，根本不存在所谓神力加持，只是残酷的自然筛选造成的结果。常年累月接触布满致病菌病毒的腐烂尸体，身体素质偏弱、免疫力差的孩童早早便会染病离世，能存活长大的都是经过无数病菌筛选下来的强壮个体。这件再朴素不过的生理规律，却被宗教说辞包装成神明降下的奇迹。整个教派最突破人类底线的，当属核心苦修仪式施教。教义的说法看似合理，声称要彻底斩断肉体欲望，挣脱世俗束缚，根除心底杂念，但他们选择的方式完全违背常理，不靠克制、自律、修身，反而要求修行者和恒河打捞上来的无名女性遗体发生关系，宣称依靠极致污秽打破生理本能，以死亡克制欲望，就能彻底放下肉体之念，完成灵魂层面的最高修行。
追溯这个教派的起源，早年印度恒河水上风气盛行，大量家境贫寒，无亲属收敛的遗体漂浮在河面。那时候国内还没有形成成熟的人骨黑市产业链，食尸族便依靠这些无人认领的遗体维持生存。吃完腐肉之后，会把剩余骨骼精心打磨，做成各类头骨法器。后来印度火葬逐步普及，河面漂浮的无主腐尸大幅减少，传统生食遗体的修行模式慢慢淡化。现在的食尸族很少再食用腐肉，转而推崇骨灰修行，把火葬场收集的骨灰厚厚涂满全身，依旧依靠这套方式完成所谓汲取神力的修行。在整个社会里，他们依旧是地位最低、受尽冷眼的群体。很多人看完他们惊悚的修行方式，会下意识认定这群人本性邪恶，可深挖族群起源就能发现，他们本质是种姓制度长久压榨下的牺牲品。食尸族的先祖全部是印度最底层的达利特贱民，世世代代被高种姓人群欺压，没有稳定收入，没有生存空间，走投无路之下只能抱团聚居。所谓直面污秽，获得神明庇佑的修行，不过是底层弱者用来麻痹自我，消减命运不公带来痛苦的精神寄托。上世纪印度爆发大规模麻风病疫情时，全国民众对病患避之唯恐不及，没有医疗机构愿意收治病人，唯独常年和病菌共存，免疫力远超常人的食尸族主动站出来，自发搭建简易麻风病收容医院，无偿照料患病民众。在那场席卷全国的疫病里，默默承担了大量防疫工作，为当地减少了无数感染病例。外表疯魔、心思诡异的教徒，骨子里藏着底层人群身不由己的无奈，还有难得的善意。说到底，宗教泛滥却缺少规范管控，才催生了这类扭曲畸形的习俗。各类看似高深的苦修，本质是愚昧包装出来的遮羞布。所谓神明，反倒成了各类极端违背人伦行为的挡箭牌。一个任由邪教肆意滋生，任由糟粕习俗代代传承的环境，终究只会源源不断滋生荒诞残酷的人间乱象。